全世界最神奇的10种水果。第一种竟然比糖还甜3000倍。水果不只有我们常吃的苹果、香蕉和橙子，在印度洋岛国塞舌尔，有一种棕榈的果实能重达30公斤，并且长得很像人的臀部。东南亚有一种水果，据说吃完后连放屁都有香味。还有这种形状如同流星锤一样的水果，以及这种如同鱼子酱一样的水果，你想尝试吗？你知道可乐饮料和可乐果有什么关系吗？你知道苹果的果肉也可以是粉红色吗？本期视频奇趣最套将和你一起认识10种非常独特的果实。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欢迎点赞并在评论区留言，感谢您的支持。现在我们开始吧。第10种，香波果。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热带雨林中，有一种非常神奇的水果。据说，长期吃这种水果的人，不但能保持口气清新，而且身体还会散发出一种类似紫罗兰的体香，甚至就连汗液、尿液以及粪便都会有独特的香气。这种奇特的水果就是香波果，也被叫做波波果或香榴果。它属于番荔枝科香波果属。让人惊讶的是，香波果树的枝干能长到25米高。它的果实通常紧贴着树干生长，一簇簇椭圆形的灰棕色果实就像是粘附在树干上的土豆，看起来非常怪异。不过香波果味道香甜，口感类似于芒果，并带有一丝菠萝的酸味。它的果肉质地绵软，入口即化，就像在吃融化后的冰淇淋。不过由于香波果对生长环境要求严格，并且它的生长周期较长，市场上这种水果并不常见。历史上香波果曾是皇室的御用果品，当时的人们认为这种果实能改善身体气味，因此深得贵族女性喜欢。据说爪哇岛上的日惹王国时期，宫廷内的女子就经常食用香波果来维持独特的体香。许多人认为长期食用香波果的人，他的汗液、尿液甚至粪便都能散发出独特的香气。不过有些人试吃香波果之后表示，它的效果并没有传说的那么神奇。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食用量不足或个体差异的原因。现代研究发现，香波果富含多酚类以及黄酮化合物，具有抗氧化以及抗菌利尿的作用。而且它还含有多种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在人体的代谢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香气。然而，这种香气是否能显著改变人体的自然气味，目前并没有实际依据。如今，香波果在印尼以及马来西亚的一些地区有少量人工种植。由于这种水果生长缓慢，需求小众，在国际水果市场上，香波果仍属于非常罕见的水果类型。也正是这种稀有性以及它的香气传说，让这种水果充满了神秘色彩。你是否相信香波果真的能让人的排泄物都散发香气呢？如果你吃过这种水果，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感受。第9种，金光果。如果要评选形状最奇怪的水果，金光果绝对能够入选。作为植物的果实，金光果看起来就像武侠电影中的流星锤。由于形状独特，许多人第一眼看到它时，往往很难相信它是能够吃的水果。其实，金光果不但能吃，而且非常美味。它主要分布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文莱和泰国等地区，属于桑科线毛桑属，与无花果和面包果是远亲。在雨林里，这种水果通常挂在10余米高的枝头上。当阳光穿透林间的缝隙，打在它的果皮上时，它看起来就像一盏金色的吊灯，因此得名金光果。金光果属于菊花果，它是由数百朵小花聚合生长而成。果实中每个凸起都是包裹着含有种子的小果，因此它的形状看起来非常奇怪。金光果成熟时，表皮会泛出金黄或橙黄色光泽。它的果皮很薄，不用剥皮就可以直接吃。它的果肉细腻柔软，味道酸甜可口，汁水芳香四溢。而且金光果富含纤维素、维生素 C 以及植物多酚。在产地的原住民文化中，金光果被视为珍贵的森林馈赠。它不仅用于鲜食，也可以用来酿酒或制成果酱。近年来，金光果也被引入中国南方一些地区进行施种。如果你在路边看到了这种长相奇特的水果，可不要错过它的独特风味。第8种，古布阿苏。古布阿苏是一种起源于南美洲的珍稀水果，它和我们熟悉的可可树是近亲，也被叫做大花可可树，属于锦葵科可可属，是一种中小型乔木。
它的果实不仅风味独特，而且应用广泛，在巴西古布阿苏被视为国宝级的水果，也是当地原住民心中的生命之果。古布阿苏的果实外形酷似一个黄褐色的橄榄球，它的单果重量平均可达1到2公斤，果肉为乳白色，质地如同香蕉或榴莲，吃起来口感绵密，酸甜适中，而且它的果实还带有一种巧克力与菠萝交织的混合香气。除了直接食用，古布阿苏的果肉还会被加工成果汁、冰淇淋、果酱以及奶昔和蛋糕等。不过，除了美味的果实，让人惊讶的是，古布阿苏的种子也拥有极高的价值。它的种子富含油脂，可以代替可可，制作一种不含咖啡因的巧克力。这种巧克力与我们常吃的可可巧克力风味非常接近，并且有一种独特的果香。除此之外，它的种子中提取的古布阿苏汁还有着卓越的保湿和修复能力，是一些护肤品和护发产品的优质原料。就连它的果皮也富含酚类化合物，可以磨成面粉用于制作面包。在亚马逊区域的原住民文化中，古布阿苏还常被用于治疗腹痛、咳嗽和咽喉不适，被视为亚马逊雨林中的一颗宝藏水果。第7种，粉红珍珠苹果。苹果的果肉也可以是粉红色，这种来自美国的独特苹果品种叫做粉红珍珠苹果，它属于蔷薇科苹果属。这种苹果诞生于1944年，是由美国育种家阿尔伯特·艾特杂交培育的苹果新品种。它的果皮为黄绿色，带有红晕，直径约6至8厘米，外形看起来和普通苹果并没有不同。不过，切开果实后，它的粉红色果肉却令人瞠目。它的味道脆嫩多汁，甜度适中，并带有一丝覆盆子和柠檬的清新酸味。这种苹果的果肉之所以会是粉红色，其实是因为它的果肉中积累了大量的花青素，而且这种苹果的果肉即使煮熟后仍会保持粉色，因此也常被用于各种甜点中。不过，粉红珍珠苹果的产量较低，果实不易保存，因此市场上比较稀缺，并且价格较高。第6种，可乐果。可乐果原产于非洲的热带地区，它的植株是一种高大的常绿乔木，它每年能结出大量海星状的果荚，每个果荚里含有2到5枚坚硬的种子，这些种子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可乐果。可乐果的种子富含咖啡因和可可碱，具有提神醒脑的效果。在非洲一些地区，人们食用可乐果的历史非常悠久，数千年来，人们通过直接咀嚼可乐果来提神。有些地方，人们还会将可乐果的种子捣碎后，加入水和糖，做成原始的可乐果饮品。在一些部落文化中，可乐果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但被用作祭祀，也被用于治疗头痛、哮喘等多种常见疾病。1886年，在美国亚特兰大，一个叫做约翰斯蒂斯彭伯顿的药剂师将可乐果和可可的提取物与糖混合，加入碳酸水后，无意间发明了风靡全球的可乐饮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可乐果一直是可乐饮料中的重要成分，直到20世纪中期，可乐果在可乐饮料中的使用才逐渐减少。15世纪，可乐果随着奴隶贸易被带到了西印度群岛以及巴西和加勒比海地区。如今，可乐果的分布非常广泛，在斯里兰卡、马来西亚以及西非等地区都有大量种植，在中国大陆、广东、云南、海南等地区也有种植可乐果。第5名，椰蜜果。椰蜜果也被叫做椰柿、南美沙波罗或 chupa chupa， 它是锦葵科椰柿属的一种热带水果，原产于南美洲的亚马逊雨林，广泛分布于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以及委内瑞拉和巴拿马南部。这种水果以其柔软多汁、甜如蜜糖的果肉和独特的热带风味而备受关注。它的成年植株高度能达到30米，叶片宽大且散发微香。它的果实为椭圆形，直径约10至20厘米，外皮为绿色，成熟后则会转为黄棕色。它的果肉是鲜艳的橙黄色，吃起来柔软多汁，甜度惊人，风味融合了南瓜、芒果和杏子的甜美。在亚马逊的土著部落中，椰蜜果已经有数百年的食用历史。它的果实除了鲜食，也可制成果酱、冰淇淋或饮料。椰蜜果富含维生素 C、纤维和抗氧化剂，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促进消化。不过，这种热带水果对生长环境要求较高，栽种后需要5到7年才能首次挂果。
虽然资料显示，2022年海南岛引进试种的椰蜜果已实现了稳定挂果，但产量较少。目前这种水果仍非常罕见，在一些网络销售平台上，单个椰蜜果的市场售价甚至能高达3000元人民币。第4名，刺果番荔枝。刺果番荔枝又称红毛榴莲，属于番荔枝科番荔枝属，是一种原产于美洲热带地区的常绿乔木，如今广泛分布于全球亚热带地区。它的植株高度可达10米，果实硕大，果皮为绿色，上面布满柔软的尖刺。它的单果重量可达2至5公斤，果肉为乳白色，吃起来酸甜多汁，而且它的果实富含维生素 C 及蛋白质，也适合制成果汁、冰淇淋以及果冻等。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刺果番荔枝的种子含有毒性，并不可以食用。在西印度群岛上，当地土著很早就用刺果番荔枝的叶子泡茶来治疗发热和消化不良。研究发现，刺果番荔枝的叶子以及树皮和果实含乙酰基类化合物，这些物质对多种癌细胞有抑制作用。此外，刺果番荔枝果实中可提取的芳香精油还可以用于制作香水。它的木材坚韧，也是造船和家具的上佳材料。第3名，海椰子。有一种植物的果实竟然能重达30公斤，这种神奇的植物就是海椰子，也被叫做海底椰。它是印度洋岛国塞舌尔的特有植物，主要分布在塞舌尔的普拉兰岛与库瑞厄斯岛的3个小片林地中，是一种濒临灭绝的珍稀植物。目前全球仅有大约8000株左右。它的果实被认为是全世界最重的植物果实，也是全球最大的植物种子。它的果实最大直径能达到50厘米，单果重量可达30公斤。果实外层覆盖着2到3厘米厚的海绵状纤维壳，剥开后则会露出2瓣合生在一起的坚硬果实。整个果实的形状看起来很像人的臀部，因此也被叫做爱之果。海椰子的果实在没有完全成熟时，切开外壳可以看到浓稠的胶状果肉。以前，塞舌尔群岛上的当地土著人会将海椰子作为药用滋补品，直接生吃或煮糖水来食用。如今，由于海椰子已经属于濒危物种，在塞舌尔群岛野生的海椰子果实几乎已经禁止食用，并且私自采摘也是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18世纪以前，人们偶尔会在马尔代夫的海滩上发现这种奇怪的果实，当时的人们不知道它的来历，误以为它是神话中海底神树的果实，因此将它叫做海底椰。当时欧洲贵族还将它当成神果来收藏。由于非常稀有，过去它的价值一度甚至超过了黄金。第2名，纸橙。纸橙也叫鱼子酱柠檬，属于锦葵科柑橘属，是一种原生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和纽南威尔士州的灌木或小乔木。它的果实是圆柱形，长度通常在5至10厘米之间。纸橙的果皮有很多种颜色，剥开果皮，它的果肉会让人觉得更加惊艳。纸橙的果肉由无数晶莹剔透的鱼子状颗粒组成，这些细小的颗粒被称为汁包。如果咬一口，无数颗粒状的果肉会在人的口腔中爆发出如同柠檬一样的酸爽汁液。而且，纸橙的酸度通常比一般的普通柠檬还要高，但是它的味道中带有蜂蜜一样的回甘。这种酸甜交织的风味，使得纸橙常常能成为料理中的点睛之笔。在一些餐厅中，纸橙经常被用来点缀刺身或沙拉，它能为食物增添一份清新的酸味，让食物的口感更加丰富。在过去，澳洲的原住民还曾用纸橙来治疗皮肤感染或伤口。如今，野生纸橙因为早期的森林砍伐而变得非常罕见，不过商业栽培的纸橙品种则非常丰富。不同品种的纸橙，它们的果肉颜色与风味也各不相同。由于纸橙的产量有限，而且运输中容易受到损伤，因此在水果市场中较为罕见。它的价格和常见的普通水果相比也较为昂贵。第1名，西非竹芋。如果有人问你什么东西最甜，你可能马上想到各种糖果。其实有一种植物的果实，它的甜度竟然是普通蔗糖甜度的3000倍。这种超级甜的植物叫做西非竹芋，它被认为是全世界最甜的植物。这种植物属于竹芋科西非竹芋属，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主要分布于西非塞拉利昂至扎伊尔的热带雨林区。西非竹芋的植株高度能达到3米，它的果实是一种比较罕见的三角形，完全成熟后会变成红色，
最让人惊讶的是，这种植物的果实中含有一种叫做索马甜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的甜度比最甜的蔗糖还要高3000倍以上。因此，只需要极其微量的果肉就能让人的舌尖感受到如蜜糖一般的甜美，并且它的这种甜味纯净，而且非常持久。神奇的是，虽然这种蛋白的甜度极高，但却没有一般糖类的热量，而且它还能改变人的味觉感知，让酸涩难吃的食物尝起来也能变得甜如糖浆。在西非，当地人常用这种果实来调味或改善苦涩食物的口感。在食品工业中，西非竹芋中所提取的索马甜是一种高端甜味剂，常被用于无糖饮料、甜点以及健康食品之中。不过，由于西非竹芋生长在热带雨林的潮湿环境中，而且它的产量极为稀少，并且采摘困难，也不容易储存，因此它的鲜果很少会进入国际市场。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看法。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您点赞、评论以及分享。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